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，几千年来为后辈留下了无数传世珍宝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能被称为国宝级的文物有很多，几乎每个朝代都能出品几件国宝，而诸如马踏飞燕、金缕玉衣、四羊翻尊、霍姆屋顶、清明上河图，这些名贵文物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。而国宝之所以为国宝，不仅是其作为稀有的古董而价值连城，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承载的特殊的文化意义，以及那段流逝在岁月之中的国宝故事。这次小虎为大家介绍的10件国宝，算是中国各个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物件，它们背后也都蕴藏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含义，有些甚至已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。上一期视频已经为大家盘点了5件国宝文物，这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剩下的5件传世国宝。在这之前，别忘了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可以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得这个频道的最新内容。好吧，咱们开始吧。越王勾践剑。上世纪60年代，湖北省江陵地区连续2年遭遇大旱，政府决定从金门漳河修一条水渠，却在修渠过程中发现这里的地下有古代墓穴，并且不止一座，初步估计大约有50多座。专家们于是就把这一片古墓群称为万山楚墓。同年冬天，工作人员在墓主人的内棺石骨骨架的左侧，发现有一把装在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，剑长55.6厘米，剑形挺拔庄重，制作精良考究，保存完好如新啊。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，剑格的一面由绿松石组成美丽的图案，另一面则镶嵌着蓝色琉璃，整个装饰显得华贵典雅。靠近剑格处有2行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的鸟状铭文，剑柄以丝缠绕，剑出鞘时寒光凛凛，耀人眼目，剑刃薄而锋利。此古剑一出土便名冠天下。它的名气之所以这么大，首先是因为它的主人，那位卧薪尝胆，最终吞灭吴国，成就一代霸业的越王勾践。第二就是这把剑出土时，不仅铸造精工，花纹秀美，而且深埋于地下2400多年而不朽，出土时锋利依然，寒光凛冽这让大家都非常诧异。后经无损科学检测，因其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。春秋时期，吴越铸造的名贵青铜剑坚韧锋利，在各诸侯国中享有盛名据《越绝书》记载，越王勾践有5把青铜剑，其剑扬其华，翠如芙蓉始出；观其亚，灿如烈星之行；观其光，深深如水溢于塘；观其断，炎炎如锁石；观其彩，幻幻如冰释。这与考古发现的越王勾践青铜剑大体相符。但地处长江下游的越国国君的剑，为何埋藏在千里之外的楚国贵族墓葬中呢？考古学家推测，是因为勾践曾把女儿嫁给楚昭王为姬，因此这柄宝剑很可能是作为嫁女时的礼品到了楚国，后来楚王又把它赐给了某一个贵族，于是成了这位楚国贵族的随葬品。不管怎样，春秋越王勾践体现了当时短兵器制造的最高水平，被誉为天下第一剑，是青铜武器中的珍品，现在珍藏于湖北省博物馆。曾侯乙编钟。1977年9月，一支部队在湖北随州平整山头新建厂房时，偶然发现一座战国早期的大型墓葬曾侯乙墓。开挖曾侯乙墓后，打开椁板，发现椁板下已被泥水浸泡，待水逐渐抽去，编钟露出了水面，基本保持下葬时的状态，分2面呈直角折齿形立放。编钟中45件俑钟上有铭文曾侯乙诈持用钟，因此得名曾侯乙编钟。帛钟上的31字铭文记载了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的消息之后，
于在位第56年特置跛中作为祭祀。曾侯乙编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。曾侯乙编钟数量巨大，完整无缺。编钟的钟架高大，由长短不同的两面木架垂直相交组成，长面位于木西，长 7.48 米，高 2.65 米；靠南的一面长 3.35 米，高 2.73 米。在木架中有7根彩绘木梁，两端以攀龙纹铜套加固，6个铜柱配件武士和8根圆柱撑托住整个编钟，形成上中下3层。钟架及挂钩有246个，铜人著长袍，腰束带，神情肃穆。战国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，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、保存最好、音律最全、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，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。因为其造型之壮观、铸造之精良、保存之完好、乐律铭文之珍贵，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，古代世界的第8大奇观，文明古国的象征。后母屋顶。1939年3月，河南安阳武关村的村民在野地里探宝，探杆探到13米时，碰上了坚硬的东西，连挖了3个晚上，抬上来一个铜锈斑斑的庞然大物，这是震惊后世的青铜器国宝后母屋顶。这座大鼎造型浑厚雄伟，重达875公斤，带耳高133厘米，长110厘米，高78厘米，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大最重的青铜器。鼎身和鼎足铸有兽形花纹，2个耳上铸有2虎相向，张口真实一个人头，形象凶恶。饕餮是传说中喜欢吃各种食物的神兽，把它铸在青铜器上，表示吉祥，丰年足食。大鼎用多块陶范浇铸而成，空心鼎耳和鼎身为分别铸造，然后再铸接在一起。在当时条件下，没有200-300人密切协作是不可能铸造完成的。它集中反映了商代冶铸技术的高度发展和辉煌成就。商朝后母屋顶形制巨大，雄伟庄严，工艺精巧，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后母屋顶因鼎腹内壁铸有后母戊3字而得名。而在刚开始，郭沫若等学者误将铭文后字解读为司，而使得司母屋顶一直沿用了数十年。但后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提出，司母戊应该是后母戊才对，因为后有君主之意，例如夏后指的是夏朝的君主，母是母亲的意思。所谓后母不是继母之意，而是指君主的母亲，戊是他的名字。后母戊3字连起来就是君主的母亲戊的意思，是商文王丁为了祭祀母亲戊而专门铸造的。所以2011年3月底，这件国宝青铜器正式改名为后母屋顶。清明上河图。作为国宝级文物，清明上河图已经成为中国画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，一如蒙娜丽莎之于西方艺术。清明上河图宽 24.8 厘米，长约5米，作品以长卷形式，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，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北宋都城东京，又称汴京，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，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华的见证。在5米多长的画卷里，共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、牛、骡、驴等牲畜，车、轿、大小船只、房屋、桥梁、城楼等各有特色。画中约莫有814人，牲畜60多匹，船只28艘，房屋楼宇30多栋，车20辆，轿8顶，树木170多棵，往来衣着不同，神情各异，栩栩如生啊！期间还穿插各种活动，注重情节，构图疏密有致，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。清明上河图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，获誉为中华第一神品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但吊诡的是，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为北宋风俗画，这与当时流行的富贵典雅的宣和体不同。
所以同时代的《千里江山图》风靡一时，而《清明上河图》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。作为一幅献给皇帝的画，哪怕这是幅极力讴歌时局安稳、天下太平的作品，徽宗也并没有多重视这幅画，盖了标志性的双龙小印，以瘦金体题写了画名《清明上河图》之后，便简单的收藏于玉库，不了了之。不日之后，大宋便遭沦陷，画作散落民间，开始了长达900多年的漂泊之旅啊！如此想来，令人唏嘘不已。好在如今画作已盛名远扬，对郁郁不得志的画作者来说，也算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吧。四羊方尊，四羊方尊，商代青铜器，是商代方尊中现存最大的一件，其造型独特和工艺精美，而列为国家特级国宝文物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尊是一种盛酒器，一般为圆形、鼓腹、大口，也有少数方形尊，在功能上是用于重要祭祀场合的盛酒的礼器。四羊方尊的造型非常奇特，可说在所有青铜器中独树一帜啊！其肩部、腹部和足部作为一体，被巧妙地设计成4只卷角羊，各具一方，在装镜中突出动感，整体花纹精美，线条关节干净。据考古学者分析，四羊方尊是由2次分铸技术铸造而成，就是单独把羊角和龙头2个铸好，然后再合在一起进行整体浇铸，一气呵成，鬼斧神工，显示了极为高超的铸造水平。此尊造型简洁、优美雄奇，欲动于静，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。羊在古代是善良之理、外柔内刚的代表，也是孝道的一个符号。因为羊和祥发音近似，更是代表着吉祥的寓意。因此，四羊方尊是非常尊贵的祭祀礼器。而四羊方尊之所以尊贵，不仅是它聚齐了青铜界居多尊荣，还与它颠沛流离，从完整器物到4分5裂，再到完整经历有关。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，湖南省长沙市临湘县的转耳仑山上，姜氏3兄弟正在半山腰垦荒栽种红薯，忽然除下当的一声金属碰撞声，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在姜氏兄弟们面前，他们知道这东西是件宝贝，用工具敲敲打打，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。这块碎片姜氏兄弟一直私藏，留作纪念，直到40年后才完璧归赵。但他们不知道，这个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的东西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国宝。因为生活窘迫，姜氏3兄弟以400大洋卖给了文物贩子。文物贩子内定20万大洋准备出手，被长沙县政府知道后没收充公，献给了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之忠将军案头。张将军不太识货，把它当做了笔筒，摆在办公室用了3个月。1939年11月12日，著名的长沙文夕大火几乎烧光了半个长沙城，四羊方尊也不知了下落。后来才知道，同年11月，为躲避日寇，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阮陵，四羊方尊在迁往途中被日机轰炸成了20多块碎片。之后，这些碎片就一直放在湖南省银行仓库里，并未引起重视。建国以后，中央政府派人追查文物下落，并在湖南省银行的仓库中找到碎片。随后历经数月，终于复原。四羊方尊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，当中的曲折故事也在众多青铜器物中实属罕见啊。它由完整器物到4分5裂，然后重新完整的曲折经历，也是中国历史的最好见证啊。到此为止，为大家盘点了中国的10件国宝级文物。很遗憾的是，这次盘点并不包括一些仍流失在海外的珍贵文物，其中不乏有大量的稀世珍宝。对于以上10件国宝级文物，你觉得哪一件是最珍贵的国宝呢？你最喜欢哪一个呢？请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咱们一起来讨论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周会定期更新有趣、有料、有文化的原创 TOP 内容。你的支持和喜欢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